好，持续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债突然间在此刻拉起了警报，因为欧洲的盟友这时候反手一刀卖美债抛售美债，引爆了全球的抛售潮吗？资本市场现在可以看到呢，欧洲用这种抛售美债来当做一种武器，砍向美国的最大弱点。对于美债，还有对于美国的信用是否破产，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好，来看到美债神话，现在说安全神话恐怕会信用破产了，因为呢，我们来看到一个最新消息，先是丹麦的退休基金呢，它已经直接宣告了，我们在月底前会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原因是他们的来自于丹麦退休基金的这个投资长，他是这样说的：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家，已经不是一个好信用的一个主体，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清仓1亿美元的美债。那贝森特就很不屑啦，他就说：你丹麦呢去清仓美债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你的这个资本资金实在太小了，就跟你丹麦本身一样是毫无轻重的。那么没有想到这一话一说完呢，他就这个遭到了一些报复，这个是来自于瑞典最大的养老基金，突然间在财长贝森特说完话之后，立刻抛售了700到800亿瑞典克朗的美债，这个金额相当于77亿到88亿美元来打脸贝森特。这时候贝森特本来从这个嘲讽的语气，突然间态度180度大转变，他呼吁说：全球我们这时候要冷静一下，让事情自然的发展并且撇清说最近美债的市场动荡的主因是跟格陵兰没有任何关系的，呼吁大家不要把这一件事情给放在心上。那么德意志银行的策略师就这样说了，他说呢，现在呢，这个他会这么紧张，包括了财长会这么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其实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而美国呢，对于外国资本的依赖是关键的弱点。美债不只是市场的商品，更是美国的霸权一个很重要的基石。所以现在一旦全球对美债的信心破灭的话，连联准会恐怕都救不了美债了。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我们看到这个贝森特的态度突然间一下子大转变代表他很清楚，欧洲如果真的动手抛售美债的话，后果是会非常的严重吗？委员怎么看？一点都不严重。欧洲是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少的国家，欧洲央行才多少？700亿美元，能干嘛？中国大陆擤个鼻涕都不只是700亿美元了。所以欧洲真的拥有的美债规模很少。那你说，不是账面上看起来8兆吗？对不起。都是什么中国日本用信托方式所持有的，像英国的8800亿，自己英国没多少都是其他国家或其他金融机构其他保险公司请他们信托在他的名下而已，并不是真的他的所以欧洲自己持有的美债规模很小比如说你说瑞典这个养老基金你说抛售77亿美元。美债一天5000亿美元的交易额这77亿美元看得到吗？看不到。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说无足轻重是真的。但最近美债市场上动荡，是因为很多人，包括美国自己人，害怕川普真的跟欧洲开战。那开战当然会赢，可是这个动荡不安的不确定性，我宁可先卖了吧。那这个美国人自己卖美债才可怕因为全世界持有美债最多的是美国人自己，大概。美国政府公债有将近差不多60% 以上是美国人自己持有的那你说这个丹麦投资长说美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好的信用主体，他卖1亿也就卖，这是没有影响没有影响那这个美国这个财长也不是啦，他不想把事情搞得太那个一点了。如果说真的要对抗是中国才日本才是对抗的家伙怎么对抗这个欧洲这种没有本钱的国家呢你别看那个马克龙要法国外汇存底没多少钱了那德意志银行这个欧洲实际上是美国最大的放款人，乱说，因为钱都不是你自己的，因为伦敦经营这个财富管理很成功，然后这个比利时也很成功，卢森堡也很成功，荷兰也很成功，所以他们拥有的都是其他国家拥有的资金，不是你欧洲自己的。你拿别人的钱当做你自己的所以我是觉得，连这个策略分析师很丢脸那你说美债不再是市场商品，是霸权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如果今天中国一下子要把所有美债或者美元全抛掉，搞不好美国脸一横就说我冻结你就冻结了
啊，就像冻结俄罗斯一样的道理哈。所以中国大陆在那边放太多钱，注意啊哈！现在还有3兆在那边呢。是，那这个什么美债信心破灭，现在大家已经对他没什么信心了哦。什么联准会救不了，联准会出手都几千亿，这没什么问题啊。是，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李将军。我觉得我们美债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了哈，就是就像是以前我们学过一点的基本的这个理财的观念来讲的话，在年轻的时候你可以股市多一点嘛，股市占7成，对不对？债市少一点3分哈，比较具有积极的这种投资策略。当你到中年的时候，就股债大概各一半。那像到我这种年纪来讲的话，债市大概你就投资要到7成，比较稳定哈。那股市你就要少一点，因为你的承担的风险就会比较大。这个所以说债券从这个投资的理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一种比较稳定的哈。认为说这个投资理财比较稳定。但是这次这个如果说美债，如果说在这种大家都认为比较稳定状况之下，它居然会殖利率暴升，也就是它的债券本身的价格下跌，那会造成什么影响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大家就不再信任美债嘛。第一个就一定是造成你这个国家如果说是你美国国家债券来讲的话，那当然会造成你国家利息要支付要比较多你才能够去借到钱，因为你的风险不再那么高，我就要支出更多。那以美国现在来讲的话，它现在本来这个利息就已经很高了，每年要支付的利息，它的这个就已经很高。如果在这种状况之下，它会支付更多利息。那对一般的企业来讲的话，也会增加它融资的这种压力融资会更难。那对家庭来讲的话，也会有压力。譬如说是它房屋贷款这个利息就会增加。譬如说它家庭生活支出的成本就会增加，甚至于很可能因此而引起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都很大。那这次来讲，我认为说是美债会这样发生主要是也是由于川普自己搞出来的。第一个，他对格陵兰造成地缘政治上的一个风险大家会评估。所以说，欧洲来讲，我虽然说很无力、很乏力，可是好歹我就像丹麦来讲，退休基金我就给你这个清仓1亿美元瑞典来讲的话，金额虽然不高，可是代表我反抗的决心。我就清理美债。那当然对这些情形，对这些国家来讲，其实他们有一句话，如果说是在互相打金融经济战的话，那当然是杀敌1000也会自损800，你会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是对你自己本身也会有影响，因为你可能对之后这个像我们刚刚看到这2个有一个共同的点大部分都是退休基金或者是养老基金，那对老年的这些生活来讲，就会失去一个基本的保障，因为美债毕竟来讲，在全世界来讲还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投资信用的一个保证。是，所以当这个经济活动力降低之后，我觉得对欧洲自己本身对美国本身来讲的话，它的经济活动会降低，所以对川普来讲，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对他来讲还是一种威胁压力很大。好，所以我们看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压力之下，欧洲国家开始大卖这个来自于美国的债券，但是对于美国来说，看起来整体的债券市场不会受到欧洲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是中国大陆跟日本卖美债的话，这影响就会蛮大的了。那川普真的会容许自己的小弟日本把美债卖掉，因为现在开始做这些动作，然后把资金带回日本来救日本的经济吗？赖老师又怎么看？目前还没有这个趋势了，但是波动大，主要的是跟美国跟日本都是一个政府负债比较高的国家尤其日本的政府的负债太高了GDP 的2.85左右这么的高。那现在的情况是在日本会产生这么大的波动，是因为高市早苗宣布他要解散国会这个才造成了昨天的激烈的一个波动。也就是说，政治呈现出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们也很明显的发现，日本的经济状况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因为到目前为止物价还是在上涨，然后预算案因为大选的关系又会被搁置，即使他们的财务大臣有特别跟日本说，我们已经有准备了一笔特别的预算来去维持这个政府空转时间的时候所支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以目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来说，日本人他们觉得不信任的情形，我们看到它主要的就是因为长天期的它的这个公债卖不动，
殖利率一直飙升，殖利率一直飙升，那等于是它卖不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跟着开始把它的公债把它抛售出去了。所以不管是40年期的、30年期、20年期的，那都看到它的整个殖利率都在往上攀升的情形下的时候，大家也会看到美国的政府公债也出现同样的这个殖利率一直在攀升，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卖不动了，因为中国大陆有节奏的、有计划的一直在减少它对于美国政府公债的持有。目前来讲，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了。是从过去的排名第1、第2、第3、第4，现在可能排名到第5、第6、第7、第8，这样子一直不断的，大陆有节奏的一直在抛的情形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公债它越来越卖不动，那它的殖利率一直在飙升，那很多人开始对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形下，再加上联总会它不肯降息的情形，很多人开始担心美国政府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那我们想，这些都是稳定基金嘛，因为退休基金有储基金，这个都是稳定基金。那这些基金的负责人，他本身是要吃法律官司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获利低于5%的话，你再继续持有，你本身是要负法律责任的。我觉得在这个情形下，很多国家的政府的操作人员，他们本身当然就会抛售。一旦抛售，那呈现出来的这个殖利率在飙升。我觉得日本如果高市早苗没有把日本的经济稳住，没有把日本的财政状况稳住，如果没有把它的政治的局势稳住的话，日本如果一旦崩跌，你就不能排除它会回过头来救市。一旦如果日本也开始回过头来救自己的话，那这个对美国的冲击很大。那如果说日本他觉得他活不成，他怎么还有可能会让你美国说我今天为了你，我今天死了算？我想这个应该不会做到事，但是到现在的情况还没有发生。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内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